放开老身！可是永宁侯府的老夫人，你快放开老身，我年纪都能当你祖母了。叽里咕噜说什么？你身上的味道好好闻，让本王觉得很舒心。老身下个月就要过50大寿了，身上都快有老人味儿了，这他也亲得下去，他是真饿了。你放开，给本王乖一点，本王会对你负责的。妈呀，更害怕了！要是对我负责，我怎么跟陈家交代啊？难道跟孙子孙女说，祖母给你们找了个25岁的年轻爷爷？他还不如直接弄嘎老身。给本王过来！王爷不要这样。王爷解药来了。别好，等会儿你求饶的时候，你也很喜欢，不是吗？年近50的我，居然被人玷污了。老夫人，小姐已经送回去了。您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不小心，在厢房里歇了一会儿，耽搁了下山的时辰。元儿没事就好，打道回府吧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不去。我陪着你。回家之后，我立刻让下人为我准备浴汤，并且不要他们在跟前伺候。可怜我这把老骨头都快50岁了，竟然还被这样折腾。这样想着，我的老脸竟红了起来。乔青青，你竟然背叛我！说好生同亲死同学的，老子等了你20年，你不下来就算了，还给我找了个25岁的弟弟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信守承诺的，我是被强迫的。有什么资格这么叫乖乖？青青，不要听这个老东西胡说八道。我醒来的时候热得满身是汗，因为摄政王在我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。为了不惹人闲话，我在屋子里躲了好几日。孙女沈园是个孝顺孩子，即便我避而不见，还是每日来我的小佛堂请安问候。老夫人、大小姐早早的就来向您请安了，还是不见吗？让她进来吧，就说我身子好利索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告诉大小姐。祖母，你终于肯见元儿了。元儿还以为祖母还在为那日元儿乱跑的事生气。对不起，是元儿错了，被歹人掳去。多谢祖母来寻我，要不然玉衡哥哥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前世与元儿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镇国大将军府的少将军，却在新婚之夜上了战场，留下元儿独自支撑，只剩下空壳的将军府自己，却在边关和外室女子珠胎暗结。更可恶的是，将那外室所生的私生子抱回来，让元儿养。可怜我的元儿苦苦等候7年，没想到蒋玉衡得胜归来第一件事，却是贬她为妾，以军功求娶那外室女子为正妻。那时候永宁侯府已经门庭冷落，大不如前。元儿没有娘家做靠山，只能默默忍受，最后含恨而终。而我这个祖母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一想到那蒋玉衡表面上道貌岸然，其实是算计我们侯府的陪嫁，我就屈得想死。祖母也只有你一个孙女，实在是舍不得你嫁。你在祖母身边多留2年可好？前世镇国将军府就是支撑不下去了，蒋玉衡才急着求娶元儿。等元儿带着大批嫁妆嫁入侯府，他没了后顾之忧，便立刻上战场争军功去了。若是我让元儿晚2年出嫁，蒋家撑不过半年就会原形毕露。元儿也想多陪陪祖母，祖母是元儿的救命恩人，元儿都听祖母的。这就去写信告诉玉衡哥哥，将婚事推后。好孙女，算祖母没白疼你。母亲这么做，是不是听见了什么风声？听说那蒋家早就败落了，连下人们的月例都快发不出了。就咱们元儿心眼时，非得履行婚约嫁过去吃苦。是啊，我可就元儿这么一个女儿，哪里舍得她吃苦头？如今母亲这样做正好。等过2年，元儿心思淡了，咱们再给她另外挑选如意郎君，一起孝顺母亲。好，你们明白事理就好。我让元儿每日都来小佛堂陪着我抄经礼佛，还让下人截断了元儿和蒋玉衡的书信往来。本以为这样就能断了联系，怎料没过半个月，那蒋玉衡竟然找上门来。禀老夫人，镇国将军府的少将军在外求见，说是来拜访您和大小姐的同行的，还有摄政王萧远彻。他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是那日寺中的事，他来抓我不成？老夫人，摄政王是陛下的亲叔叔，听说他为人心狠手辣，匡自必报，得罪不得。请摄政王和少将军进来。老身许居不便见过摄政王，失礼了。无妨，是本王和蒋小将军不请自来。不知王爷和蒋小将军来我永宁侯府有何贵干？玉衡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元儿看见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些日子我给你写的信，你都没回复，我还担心你出了什么事呢。信？什么信？
前些日子祖母病了，留我在身边陪她呢，想是下人忘了送来，我回去查看一下便是了。这位是一元儿不得无礼，这是当今摄政王殿下，眉眼与我有几分相似，萧远彻可千万不要看出什么来才好。半个月前，姑娘在哪儿？可去过城外报国寺？不曾啊，半个月前我在家陪祖母，哪也没去呢。是啊，元儿乖巧听话，知道我老婆子一个人寂寞，常常陪着我。说起这个蒋小将军，老身有件事要征得你的同意。元儿才几算岁数还小，我和他爹娘商量过你们的婚期，往后等你们的婚期往后等元儿18岁之后再考虑婚嫁的事。不行。玉衡哥哥，你干什么？祖母也是心疼我，你那么凶干嘛？不是的，元儿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想尽快跟你成婚。距离你18岁还有3年呢，我怕我等不了。我们沈家的规矩，不到18岁不可婚配。既然蒋小将军等不及，不如退了这门婚事，另寻良配。老夫人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们蒋家早已山穷水尽，濒临破产，急着拿我们沈家的嫁妆去填补。元儿听到我的话有些着急，我给身旁的碧桃使了个眼色，碧桃立刻拉住了他，冲他摇了摇头。元儿虽有不甘，但还是闭上了嘴，乖乖站到了一边。蒋小将军老身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，元儿是我们沈家的掌上明珠，我们和他爹娘是不会送他去吃苦的。你若当真爱元儿，老身可以给你3年的时间振兴蒋家，若是做不到这门婚事，往后就不要再提了。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？难道在老夫人眼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无用之人？是的，我在上一辈子就已经看清楚了你的人渣本质，你不过就是个趴在我们沈家人身上吸血的马满罢了。前世我和儿媳张氏几乎把嫁妆全都陪嫁给了元儿，我的孙子沈昭作为侯府唯一的继承人，却没有任何怨言，甚至为了振兴沈家也跟着上了战场。没想到那该死的蒋玉衡却抢了我孙子的军功，他身为副将临阵被刺主帅，事后以为沈昭战死了，冒领军功，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用兵如神的少年将军，厚颜无耻地班师回朝。而我的孙子沈昭在无人知晓他还活着的情况下，仅仅带着数百亲卫继续深入敌后，偷袭敌营，最终收复失地，立下不世战功。可等他回来真相大白的时候，他的妹妹已经病死了，再也看不到我们沈家恢复往日荣光的场景了。如今我们永宁侯府的意思，蒋小将军应该知晓了。要是不同意，大不了老身舍去这诰命的身份，亲自去御前，求陛下看在元儿他祖父的份上，退了这门婚事便是了。我和元儿是真的真心相爱的，你这个老太婆竟然棒打鸳鸯！蒋玉衡，你骂我祖母什么？祖母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的将来着想，督促你上进。你这个人怎么不知好歹？当初这门婚事可是你祖父和我祖父在世时定下的，没想到你们永宁侯府这般势利，狗眼看人低。放肆！沈老夫人乃是功臣遗烟先帝御笔亲封的一品诰命，与你祖父同辈蒋小将军，怎敢对老夫人出言不逊？本王倒是要问问，蒋老将军是怎么教养儿子的？他若不会教，本王不介意替他教。殿下息怒，在下只是一时心急，乱了方寸，请殿下开恩。我愿接受老夫人的提议，上战场建功立业的，3年后功成名就，再来求取侯府千金。临行前，先去本王的先锋营领50军棍，这般处置，老夫人可还满意？老身不敢，一切都听从殿下的安排。殿下失陪，老身上了岁数，有暗病不能久坐，就先退下了。元儿替我送送殿下和蒋小将军。听见没有？老夫人下了逐客令，你可以走了。在下告退。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您不回去吗？本王乏累了，今日想在永宁侯府借宿一宿，不知道老夫人愿不愿意收留？本府中只有我和元儿，孤儿寡母，摄政王一个外男，留宿恐怕不妥。那要是本王今晚一定要住在这呢？殿下息怒，祖母只是独居多年，怕与生人来往，府中有一处院子，是祖父从前看书喝茶的地方。殿下若是不嫌弃，可在那儿安置一晚。我看到元儿对他这个态度，顿时心内一紧，这货不会再勾引我孙女吧？可若是他改看上摄政王了，我该如何应对？不能告诉他你喜欢的人和你奶奶有过一腿，这简直是天打雷劈的程度。绝不能让元儿爱上这个祸害，绝不让他再跳火坑。
送走了萧远彻这尊瘟神，我急忙回小佛堂。夫君，我不是故意见他的，是他自己硬要找上门来。远儿也真是的，竟然安排他住在你生前住过的地方，这事可真是我对夫君痴心一片。我们老了是要葬在一起的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我把心经念了100遍，内心这才平静下来。启禀老夫人，果真如老夫人所言，那蒋玉衡离开侯府，便去了教坊司，寻了一个叫如烟的女子。奴婢听到两人的谈话，分明是个仙人跳，一开始便算计着让咱们元儿往火坑里跳。这个混账东西，真当我们永宁侯府没人了吗？祖母这是怎么了？是谁惹我们祖母生气了？毕涛当即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和蒋玉衡的所言所行告诉了沈昭。蒋玉衡竟然做出这种事情，祖母莫要气坏生子孙儿，这就去给那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一点颜色瞧。我真没想到那蒋玉衡是这种人，一想到他流连教坊司和烟花女子厮混，还口门声声说爱我就觉得恶心。请祖母替孙女去将军府退婚，孙女死都不要嫁给他。好歹是镇国将军府公爵门第，就这么点聘礼啊？哟，断了腿又被退了亲，那岂不是前程尽毁？亏那蒋小将军还天天喊着要建功立头地，原来都是嘴上说说。那将军府的夫人还吵着不肯说，要闹到御前去。好啊，那日蒋小将军在我永宁侯府出言不逊，可是被摄政王罚了50军棍。若是不怕要了你儿子的性命，你尽管闹去。老太婆，你们沈家落井下石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儿子上了战场，立了军功的时候，你孙女儿可别哭着喊着想嫁进来。给我笑死！瘸子也能上战场立军功吗？那老身是不是也能建功立业了？处理完元儿的婚事，我一直悬着的心可算落了下来。如今蒋玉衡断了腿，耽误了上战场的时间，拿什么跟我的孙儿比？处理完这桩婚事，乔青青开始布更大的局。祖母担心你留在京中，早晚会查到是你打断了蒋玉衡的腿，不如你今日就去边关从军，妾文书祖母都替你打点好了。祖母果然最懂我。记住，锦囊只有在生死存亡之际才能打开。去吧，建功立业，光耀我沈氏门楣。送走了孙子，乔青青本以为能清静几日，谁知萧远彻根本不打算走。白天他在府中四处晃荡，拿糖葫芦哄沈园叫爷爷，把小姑娘气得直跺脚。夜里他就翻窗户爬进乔青青的房间。你疯了？叫人看见怎么办？本王是姐姐的姘头，没资格走正门，从窗户出去便是。乔青青发现这人虽然位高权重，在他面前却像个甩不掉的牛皮糖。本王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男人，只会钟情于自己的第一个女人。既然和姐姐有了肌肤之亲，本王希望能够求娶姐姐。我比你大23岁，不过是姐姐比我多看麦子熟了23次罢了。乔青青气得说不出话，可萧远彻说到做到，第二天就派人送来德妃娘娘的遗簪做定情信物，还放话说她是他唯一的女人。她常常半夜爬窗户，有时还不穿衣服。乔青青年过半百，竟被他勾得色心未泯，做下了许多对不起王夫的事。每次事后，她都后悔得要死，罚自己抄经书。老夫人要不就成全了摄政王吧？奴婢实在不忍心看他日理万机，还天天爬窗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你们俩夜里闹出的动静，还有半夜要洗澡水。咱们小佛堂虽然偏僻，但也不至于什么都听不见啊。摄政王一夜几次，奴婢觉得是3次，可他的暗卫说5次。乔青青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天夜里，萧远彻又钻进了他的被窝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老夫人要本王同意沈昭投军，想本王了吗？乔青青一巴掌扇过去，两人都愣住了。姐姐在梦里还惦记着踹本王骂本王是老登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乔青青这才知道，20年前她从水牢里救出的那个5岁小男孩，就是眼前的萧远彻。那时她让那孩子坐在自己肩头，自己却因此落下了病根，终身不能生育，双腿也落下隐疾，从此离不开拐杖。而萧远彻在报国寺厢房里见到他的第一眼，就把他认出来了。小笨蛋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？在我眼里，你一点也不老。乔青青靠在他肩头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辽东的麦子确实1年2熟。萧远彻说到做到，带着我在辽东安了家。这里没有京城的尔虞我诈，没有朝堂上的明争暗斗，只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湛蓝的天空。姐姐，你看，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。25岁的年轻王爷笑得像个孩子，
我拄着拐杖站在他身旁，风吹起我已经花白的头发，确实好，比去年还好。比去年好。那姐姐比去年也更年轻了。胡说八道。是真的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20年前那个把我扛在肩膀上的小姑娘。他的手很暖，像辽东6月正午的阳光。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，是附近村庄的孩童在麦田里追逐嬉戏。小远彻说，等明年开春，我们也可以在屋前种一片麦子，不用多够，我们2个人吃就行。好。他又说，等麦子熟了，我们就坐在屋檐下看着麦浪翻滚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那么坐着。好。姐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辽东吗？不是说麦子1年2熟吗？那是其一，其二是辽东离京城远，你儿子儿媳追过来，你跑不掉了。姐姐，谢谢你活了25年，终于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数麦子了。远处麦浪翻涌，像金色的海。我想起20年前水牢里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男孩，想起他紧紧搂着我脖子的那双小手。奶奶，我们会死吗？我说不会，奶奶带你出去。如今那个小男孩已经长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而当年那个说奶奶带你出去的，我却被他护在了身后。想什么呢？想当年在水牢里，你叫我奶奶。那是我年纪小，不懂事。现在不叫了，现在叫姐姐。本王说过了，你顶多能做本王的娘，叫姐姐都勉强。那你倒是叫一声娘给我听听。姐姐，麦子熟了，我们去收麦子吧。你刚才还说等麦子熟了就在屋檐下坐着看，什么都不做。那是明年的事，今年的麦子我得亲自收，姐姐你坐着看就行。我看着他在麦田里忙碌的身影，忽然觉得23岁好像也没那么大。